大家好，我是老李，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摄影中的立体感。摄影是一种平面造型艺术，只表现长宽两个空间，容易形成画面的呆板。我们要使画面表现得有生气，就必须运用摄影的技巧，使景物的立体形象在画面上表现出来。对于摄影的营造，理论上是来源于绘画，因为在它们之间有很多的共性。立体感指的是各个物体本身所表现出来的立体真实感。三大面、五调子能帮助我们塑造立体感。我们所说的三大面指的是亮面、暗面和灰面。亮面是物体受光直接照射的一面，在画面中一般是最亮的浅灰色或者白色，而暗面呢是背光的一面，所以一般是物体的最暗部分，它所显示出的是黑色或者是深灰色。而灰面呢是介于亮面和暗面之间，一般是侧光或者光线间接照到的部分，在画面中一般为中灰色。一个物体有了亮面、暗面还有灰面三大面之后，立体感就会大大的提升，而且亮面和暗面的亮度对比越强烈，光线的立体感就越强。我们在前期拍摄的时候会发现，完全顺光、逆光的物体立体感都会比较差，而侧光、侧逆光、侧顺光的物体立体感就会比较强烈。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热气球的照片，为什么在逆光下拍摄的热气球会显得非常平面？这是因为顺光或者逆光所拍出来的照片，画面中的物体只有一面，明暗的变化也不够明显。我们再来看一下用侧光拍出来的热气球，阳光从这个方向照到热气球上，热气球通过光线的照射，使得物体本身更有层次。我们再来看下一张照片，就更为明显了。物体上的亮面、灰面以及暗面的组合，使热气球的立体感更加明显。所以要表现一个物体的立体感，我们应该尽量使用侧光拍摄。我们上面所说的三大面只考虑了单个物体本身，在很多情况下，物体还会和周边物体相互作用，因此除了三大面之外，物体还会有更加丰富的明暗层次，那就是我们所要说的五调子。在五调子中，高光是物体最亮的点，是直接反射光源的部分，类似于三大面中的亮面。在一些光滑的物体表面，高光会显得非常的突出。突出物体的高光不仅可以强化立体感，还能增加物体的质感。而亮灰类似于三大面中的灰面，它是间接受光的部分。明暗分界线则是亮部到暗部的转折区域，一般是一条黑色的带状区域，在物体中表现为最暗的地方。而物体的背光面则分为反光和投影。反光区域虽然处于背光侧，但是由于周围其他物体的反射光照射，也会有一定的亮度。而投影其实是用画面中的其他物体解释了画面本身的立体感，会让物体显得更加稳重、真实。在强烈的光线下，如果一个物体在近处的地面却没有投影的话，就会显得非常的不真实。我们再来一起看一下下一张照片。在彩色的画面中，也许我们看得不太明显，让我们先给它改为黑白颜色。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画面的高光区域，同时我们也能看到画面的亮灰部分，还有石头的暗部以及下方的投影。通过光线产生在物体上的明暗变化，使石头产生了立体感。除了前期的拍摄之外，我们在后期的时候也能应用到三大面的相关知识。
强化甚至创作出物体的立体感。我们来看这个球，由于这个球的各个区域都是一样的亮度，所以看起来非常的平面。我们要在后期增加它的立体感，只需要通过加深减淡工具，让球的内部产生3大面就可以了：亮面、暗面还有灰面。理解了3大面和5调子，我们就掌握了提升立体感的钥匙。运用好我们所学到的这些知识，就能更好地拍出具有立体感的照片了。好，我是老李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